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 3D 转印假皮的制作过程。首先，使用保鲜膜覆盖在脸上，加上透明胶带做一个固定，用麦克笔画出伤口的形状。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在脸上做出想要的伤口设计。这边我是用假人头，但这个动作是可以直接在 model 脸上做的，当然要确保 model 有办法呼吸哦。设计完后，用一块平板覆盖在我们取下的保鲜膜上，快速的复制设计的图案到版面上。使用透明的亚克力板可以让这个过程更加容易哦。接着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块版面上做雕刻。那我这里使用的是 NSP 油土，要是没有的话，用任何类型的油土都可以哦。把土揉捏成小块状压到版面上，依照我设计出来的形状去堆叠，做出基本型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保留伤口深处部位是空白的，这样可以确保我知道伤口的形状，而且不会增加整体的厚度。当大致形状出来后，用雕刻工具快速的把土块结合在一起。那你可以看到我还是很小心的保留里面伤口的形状，以免之前的设计白做了。那在做特效化妆的时候，我们是希望可以创造一个视觉的假象，让别人认为这个假皮是身体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个假皮通常都是一个从薄到厚，像山丘的形状。薄薄的假皮可以跟皮肤做个结合，而中间的厚度可以做出伤口深度的假象。边缘越薄越不容易让人发现是假的，但没有厚度又不能创造出伤口的假象。所以这方面多做几次就能抓到合适的比例。完成基本型后，我使用洗衣刷快速的刷过表面，这个动作可以抚平表面一些不规则的棱角。然后我使用锯齿状的工具，英文叫做 rake tool。那这个工具好处是可以刮走薄薄的一层土，进一步的去修饰这个山丘的平整度。再使用更小一号的 rake tool 去做更进一步的微调。接着我习惯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整体大小的调整。你可以看到我把边缘的土刮掉来缩小范围，这个范围可能也是需要多做几次才可以正确的抓到大小。简单的说，中间越厚，你就需要更大的范围。你可以想象你在制作一个适合儿童游玩的溜滑梯，要是坡度太大，速度太快，小朋友会受伤，所以你需要拉长范围，来让这个溜滑梯速度不要太快。那同样印证到这里来是坡度太大，这个假皮看起来就会比较假，那这个特效就会比较没有说服力。接下来中间伤口的部分，加入一些不规则的土块，来模拟皮肤下血肉的感觉。那同时我也会修饰伤口边缘的形状。记得雕刻时，请不断的参考真实伤口的照片，以免越做越不像。参考资料尽量不要使用别人制作的作品，因为那不见得是真实的状况哦。由于伤口里面通常都有血液，内部看起来是湿润的。在这里我用喷火枪加热，造成油土快速的融化，来制造这样的感觉。在来来回回的几次修饰后，我会做最后一步的边缘调整。假皮对于边缘是10分的要求，最好是做到手摸过去感觉不到任何的阻碍。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，可以多花点时间在上面。形状的雕刻完成后，开始制作皮肤质感。
由于没有人的皮肤是像金属一样光滑，就算皮肤再好的人也还是有毛孔，所以我们也要在这边做出来。我使用点珠笔，前面是圆头的雕刻工具，去一个个按压出毛孔的纹路。这个步骤会是整个雕刻过程中最冗长的部分，要花点时间慢慢去做出符合 model 的皮肤质感。连续使用不同大小的工具来按压出不同的层次，再用黑色粗海绵或是小的漆刷来柔和雕刻出来的纹路。多试几次不同的工具与方法，就可以慢慢的掌握到这方面的技术。雕刻完成后要制作溢出区。那什么是溢出区呢？简单说起来就是当模具完成要灌模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空间让多余的材料可以跑过去。在做之前要确保雕刻边缘的干净，我们可以用酒精与棉花棒来擦拭。我这边用较软的油土切成扁平的条状，接着用油土围绕着雕刻一圈。补平缝隙后，要把这个溢出区切成一个梯形的状态，来防止卡模。这个部分以后有机会再多做讲解。那溢出区的概念可能需要看到灌模的时候才比较容易理解，现在没有完全理解，不用太担心。我在这里使用刮刀来切出梯形的角度，要小心不要刮到雕刻哦。接着准备翻模，我们要制作的是平板细胶膜。首先我使用封扣制作围墙，也可以用任何厚纸板之类的材料，只要有一定的硬度都行。用热熔胶做固定，切记一定要把所有的边缘都用热熔胶粘住，以免细胶渗出。大部分的细胶都是称重使用的，我在这里使用的是一般翻模细胶，在一些材料用品店应该都可以买得到。买来的细胶会有一个基底跟一个催化剂，按照你买的细胶调配比例去混合。我这里的细胶比例是10:1，那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混合比例。细胶不是一个便宜的材料，可以的话尽量把罐子内的细胶刮干净哦。至于细胶的种类，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多做详细的介绍。小心的倒入催化剂，然后充分的搅拌，搅拌再搅拌。记得容器的边缘一定要刮起来，充分搅拌。通常催化剂都有颜色，这是为了帮助你在搅拌时可以辨认是否搅拌均匀。当两个颜色混合成一个，看不到原本颜色的时候，就是搅拌均匀了。倒入细胶时，我们从高处缓慢地往下倒，让细胶的流动呈现一个小小的水柱状。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率地减少细胶里面的气泡。准备细胶的量只要超过你原本雕刻高度的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倒完后，你通常会看到表面有些气泡浮上来，可以用嘴巴吹气的方式来打破这些气泡。但因为我有专业的空压机，就不用吹气这么辛苦了。我这次用的细胶需要凝固时间16到24个小时，所以就放置一天。开模可以用少许的酒精来帮助减少热熔胶的粘性，小心的把纸墙拆掉。
在把细胶拿起来之前，我习惯在这个时候剪去多余的细胶，然后就可以把细胶拨起来了。模具就完成了。接着准备转印用的塑胶片，我们要确认正反面，用麦克笔画在表面上，反面会有颜色，正面会晕开。接着使用特效转印胶，平均的涂抹在模具上。特效转印胶可以买现成的，也可以自己调配，调配方法会写在下面。涂抹完毕后，接着使用刚刚准备的塑胶膜，正面朝下的覆盖在模具上，小心不要制造出多余的气泡，记得正面朝下，否则之后塑胶片就撕不起来了。接着用压舌棒刮平表面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看到多余的材料会被推到雕刻旁边的沟槽里，这就是溢出去的功用。注意雕刻的边缘要刮干净，可以看到细胶本身的颜色透出来，这样边缘才是好的哦。接着我们把这个模具放入冰库1个小时，拿出来后小心的拨开细胶膜。你可以看到特效转印胶已经从原本的膏状变成固体，在这个时候把溢出的部分剥掉，小心不要弄到假皮本身。接着就是干燥的时间，自然风干2到3天就完成啦。要是喜欢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做看。